三門，你成個坐監㗎！喂，你坐啊！好有係位先。點解要坐監啊？我昨天，也就是11月19號，举世瞩目的香港47人案在香港的西九龍法庭終審宣判。法院開庭之前香港突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這個季節一場秋雨一場寒，風雨如晦的天氣也預示着這個47人案在香港司法史上的位置。法庭外聚集着幾百人，這幾百人中間有西方的外交官，有媒體的記者，但更多的都是這47個即將接受審判的這些人的親朋好友。他們很多人早在頭一天晚上就在法庭外面排隊領號，因為只有排在前面領到號，才能到法庭上見到自己的親人。因為大部分這47個人已經被羈押了3年的時間了。法庭外這警察也是如臨大敵他們派了上百人在現場維持秩序，還開來了裝甲車。我至今還記得，我是2000年第一次到香港我去香港的時候，我曾經到香港的最高法院去參觀。那個時候門口連個保安都沒有，如入無人之境。大家可以看到現在了吧？香港現在的法院已經很難說它是一個司法公正的呈現場所，相反，它已經變成了一個權力宣示的堡壘。這個程序你必須在警察維護秩序的情況下才能完成這個程序。哇！你俾個位佢入翻去好冇？好啊，小心小心。唔該。好。想一想就是3年前，2021年的時候就是這47個人當時正在接受馬拉松式的一個，就是這個保釋的這個裁判。當時香港市民那種抗爭的心理還星火猶存，所以呢裡面在審案子，外面就有很多香港的市民給他們加油打氣。停住收工！停住我哋喺度，加油！加油啊！一看有人被保釋出來，他們就歡聲雷動。那麼一旦有些人被嚴押，他們就嚎啕大哭。看到救護車來接人的時候，他們看不見車裡的人，就點亮自己的手機，為這些人照亮前方的路。可現如今，這次審判的時候，外面顯得非常之安靜。法庭結束的時候有一位受刑人他的母親在外面打了一個橫幅。2人得身愛人邊行？這起案件對於整個香港來說都預示着過去10年來抗爭的一個終結，它也是香港司法歷史上的一個上宗，甚至說也是香港人抗爭精神的一個悲歌。這個案件實際上很多大陸人並不是特別熟悉所以我今天就來講一講這47人案的前世和今生。說到這47人案就不能不提一個人，這個人叫戴耀廷。這戴耀廷也是整個47人案被認定的一個首犯，在這次判決中他也被判得最重，判了有期徒刑10年。戴耀廷他是出生在香港他那個早年在香港大學讀了一個法學的本科，後來去英國的倫敦大學讀了一個法學碩士。回到香港之後就在香港大學的法律系教法律，後來做了一個副教授。戴耀廷嶄露頭角是在2013年。2013年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圍繞着香港政改大陸和香港之間，香港的泛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大陸提出了一個政改方案，就是說2017年的特首選舉可以搞普選，但是普選必須有一個提名委員會，這提名委員會是1200人，都是政府可以控制的然後選3個人出來，這3個人都必須經過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同意，然後再交給香港市民進行選舉。這一版政改方案，香港市民不接受所以就在這個時候戴耀廷就提出來的什麼用愛來佔領中環，所謂佔領中環運動就是從這兒開始肇始的會
民主嘅香港市民，我哋會一齊去開始一個新嘅時代，革命嘅時代。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陆版的政改方案呢，在香港的立法会被否决了。这之后呢，香港就进入到了一个政治动荡期。2016年的时候，香港立法会开始选举啊，这个时候戴耀廷啊就提出了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叫雷动方案。戴耀廷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啊，他自己呢就善于出主意、出谋划，但他自己不参加立法会的选举啊。这个雷动方案概括起来就是3条。他认为啊，过去香港的这个泛民势力之所以跟建制派斗不过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泛民势力本身四分五裂，在选举的过程中各自为战，结果呢，人家建制派呢渔翁得利，所以他就提出一个方案来。这个雷动方案就讲，首先呢，在一个选区里头要协调候选人，你泛民势力啊，你们经过初选或者协商，协调出一组人选出来，然后跟建制派去打，这胜算不就高了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他就号召选民在投票的时候进行策略投票，什么意思呢？他说，当你啊发现你的这个支持的候选人啊明明当选无望的时候，你不要投给他，你就投给那个就是说你可以第二支持的，同样是泛民阵营的那个候选人。这样的话呢，这些人就有可能当选嘛。第三，每个选区还组织了一个叫雷霆救兵，1万人，就在最后时刻看谁有可能当选，赶紧把票全都投给这个人。当时这个雷动计划啊，这个泛民也不是所有的党派都参加了啊，但是最后的效果出奇的好啊。最终立法会选举的结果是泛民一共夺得了30席，香港的立法会一共70席，泛民夺得30席席意味着什么？泛民夺到30席就成为了一个关键少数，因为香港重要的施政方案你要通过的话，必须是2/3啊。那么你2/3，你30席，它就控制了这么一个这个关键少数的作用嘛。所以这个雷动计划之后，那个戴耀廷是名声大噪啊。紧接着到了2019年，这戴耀廷啊，作为小诸葛又开始动起了脑筋。他把这个目光投到什么地方了呢？就是香港的区议会选举。香港的区议会选举啊，过去不太被人重视，因为区议会在香港呢，它不是一个议会组织，它是个咨询机关，它也没有否决这个区政府的议案的这个预算案的权利啊。但是这个区议会呢有2项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就是香港的立法会70个议席中间，其中有6个议席来源于区议会，其中有1席是由区议会的议员互选产生，还有5席呢是由这个区议会啊按照自己得票的比例呢提名5名候选人，然后由全香港的市民普选产生。也就是说，你夺得了区议会的选区的胜利，你就有可能在立法会夺得6席立法委员的议席，这不得了啊！那你想想，你现在的泛民，你已经30席了。如果你过去一共他们有3席啊，就是在这个区议会的选区中间，如果再夺3席，那不就是33了吗？离35的过半门槛，那就咫尺之遥了，是吧？还有另外一点，就香港的特首选举的提名委员会一共是1200人，其中有117人呢，提名委员会的成员来源于区议会的这个区议员的选举产生。那你要是控制了区议会，这117席就全部被你囊括了。117席进入到提名委员会，那也会成为一个关键的数字啊！你要知道，过去这2届香港特首的选举，提名委员会中间获胜的那些特首也就得了600-700票，也就是勉勉强强过半数啊。那这117席如果被这个泛民阵营给夺得的话，那提名委员会也有可能翻盘。所以戴耀廷就提出了一个计划，叫风云计划。这个风云计划就在香港所有的区议会的选区全部派出候选人，一共是多少个选区呢？是452个选区。然后很多选区过去泛民从来没派过，那么这次也要派。然后有些人没有从政过的政治素人，他们还专门准备搞这个培训班来培训这些人怎么参选。结果大家都知道，2019年的时候啊，香港市民跟大陆政府和也包括香港特区政府的情绪对立非常高啊，就是在这样一种情绪对立的情况下，拉高的投票率。结果啊，香港区议会的选举啊，泛民是大获全胜啊，一共452席的议席中间，他们夺得了389席，而建制派只夺得了59席。那这个风云计划也非常非常之成功啊。那么风云计划成功之后，那紧接着就到了2020年。2020年，香港立法会啊又在重新进行选举了。这个时候，
戴耀廷就说了，你想想，区议会选举已经大获全胜了，这6席已经是囊中之物了。那紧接着再次选举过程中间，上次是30席，这次我们再加把劲儿，再通过一个计划，那就是35+计划。这35+计划呢，我们就把立法會嘅門檻一下子泛民拿到35+嘅席位。大家睇到個策略投票意識係好成熟㗎啦，已經轉化成為咗咧係選民主導嘅選舉。他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就是香港民主的10個步驟。他是這麼講的，他說我們先通過我們這次初選協調，是吧？然後呢，在香港的立法會奪得35+的席位。奪得35+席位之後呢，就要求香港政府呢必須來回應香港泛民提出來的5大訴求。這5大訴求大名鼎鼎啊，其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實行雙補選，就是香港的特首必須是補選，香港的立法會必須是補選，這是最核心的一條啊。那香港政府肯定不接受啊，不接受怎麼辦？不接受我就癱瘓你政府，你香港政府你不得提預算案嗎？預算案我們這些泛民的人我就無差別的否決，不管你提什麼預算案我都給你否決。那麼按照香港基本法，如果要是香港政府提出來的預算案被立法會否決了，香港的特首有權利解散立法會，重新進行選舉。重新進行選舉，戴耀廷就說再執行計劃 C， 再派35個人去選，最後重新奪得35+的席位，再次否決香港政府的這個預算案。這個時候，香港的特首就沒有權利再解散立法會了，他就只能辭職。由此就會導致逼迫香港政府不得不讓步。他就說了，那中共政府肯定不會讓步嘛，那怎麼辦？可能就會在香港啊軍管戒嚴，然後國際社會對香港開始經濟制裁，由此逼迫中共政府啊要在這個憲政改革的過程中間讓步，在香港實行真正的雙補選，這就是他搞的路線圖。他這個路線圖公布之後啊，那很多泛民就開始一起開會啊，開早餐會啊，開記者會啊來商量。於是他們就協調出一個方案，因為過去都有經驗了嘛，這個雷動計劃、風雲計劃都有經驗了嘛，就是要在泛民勢力內要搞這個初選，就是每一個選區都推出一組人馬來進行選舉，跟建制派進行鬥。好多謝大家今日嚟到2020嘅立法會選舉民主派35+有關公民投票同埋眾籌行動嘅記者會。我係戴耀廷。我估計啊，就當時啊，就是區議會的選舉就把中共給嚇壞了，因為老百姓全部動員出來一選舉，區議會過去啊看起來那麼堅不可摧的這麼一個選區，最後泛民都大獲全勝。就在這種背景下，2020年的6月30號，全國人大通過了港版的國安法。現在復表決，請按表決器。贊成2878票，反對1票，棄權6票。宣讀完畢。通過。這港版的國安法第22條規定，那你如果是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者香港特區人民政府，或者妨礙香港特區人民政府的運作，一共4條，還包括破壞什麼香港的什麼硬件，那這就屬於顛覆政府罪啊，起刑是10年。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而23條就規定了，你以教唆、煽動還有其他方式，如果要是讓別人去從事這項運動的話，起刑是3年。那其實這個立法就是給這些泛民安排的，就是給戴耀廷這些人安排的。但是這個港版的國安法剛剛公布的時候啊，很多人實際上並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所以呢，這個當時的初選呢，在2020年的7月11號和7月12號這2天仍然如期的進行了。當時泛民陣營就認為啊，參加初選的人不會很多，因為初選本身呢又不是政府組織的，對不對？都是這些泛民自發組織的嘛。說有17萬人參加就算勝利，結果最後參加選舉的人有多少呢？超過60萬呢，這可不得了啊！那就意味着什麼？那就意味着如果真要是進行選舉的話，我估計啊，這戴耀廷的這個35+的計劃是完全有可能達到目的，就是在立法會奪得35+的席位。緊接着，那麼這些勝選獲出的這些候選人呢，就去登記嘛。那麼當時的中聯辦就發表聲明了，說這些人搞初選就是違反國安法，就是想癱瘓香港市政府。Objecting to, resisting every
policy initiative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then it may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subverting the state power, which is now one of the 4 types of offences under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结果当时这些获胜的这些候选人还当时联署说什么呢？说我们就是反对国安法，因为当时香港政府说了，你要是参选这个立法会委员的话，你就必须签署保证书，这保证书里头就要你承认香港国安法，遵守香港国安法。结果啊，就是这些泛民初选出来的这些胜选的候选人呢，最后都没有获得香港市政府的批准，也就是参选立法会的批准。紧接着到了7月31號的時候，林鄭月娥就宣布，押後4年一度嘅立法會換屆選舉係非常非常艱難嘅決定，但係為咗壓止疫情，為咗公共安全，同埋為咗保障市民嘅健康，並同時能夠確保選舉係喺公開公平嘅情況下進行，呢個決定係必須嘅。不選了。1年以後再選。那不選之後，大家都知道，1年之後再選的時候，整個香港立法會的這個選舉規則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那麼這個選舉過程中間，普選的區域就幾乎被壓縮為0了，所有泛民勢力就再也不可能再通過當選立法會委員的方式再進行政治博弈了。在2021年的1月份，那麼香港出動了上千名警察。突然就把當時參與這些初選的這批人，包括組織的，包括協調的，還包括那些參與選舉的那些候選人，全部抓了起來。係喎，西九龍總區重案組以呢度勾致電高級督察。嗱，呢個委任證，3個列全部同事都係帶上嗰委任證嘅。嗱，因為依家你咧涉嫌咧就違反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呢張咧就係西九龍裁判法院簽發嘅。抓起来的当天呢，法庭啊就通过了保释，这些人呢都被保释了。这戴耀廷那天也被抓起来了。当他从法庭步出来的时候啊，他說：香港呢係進入咗一個寒冬，吹緊嘅風呢係又猛又凍，但我相信呢。仍然有好多嘅香港人呢，係會用佢哋自己嘅方法，係去繼續逆風而行嘅。但是啊，要說起逆風而行，談何容易啊！緊接着就到了2021年的2月份，那麼香港的警察署就通知這些55個人呢，其中除了少數人以外，全部到警察局去報到。當天他們就被以串謀顛覆國家罪被起訴了，全部被押到了監獄裡面。押到了看守所里，这其实就是47人案的前世。那么这47个人呢，被关到监狱里头，就紧接着到了2023年的6月份呢，进行了开庭审理。这个开庭審理一共進行了110多天啊，也創了香港司法史上的一個記錄啊。那麼檢方對這些人的指控啊，就是串謀，然後顛覆國家政府罪。顛覆政府罪，其實這個罪名啊，是一個口袋罪，就是港版的尋釁滋事罪。因為你想想，這個你要顛覆政府串謀啊，串謀這件事情啊，你首先這行為底是違法的，對不對？你比如說，你要是串謀去殺人，串謀去放火，這個串謀是犯罪行為。但你比如說我們周末串謀一起去吃飯，串謀一起去郊遊，肯定是不違法，對不對？串謀本身不違法，關鍵是你串謀的行為是不是違法。那麼檢方認為啊，就是戴耀廷這些人搞的這個初選活動，搞的這個配票活動，就屬於顛覆國家政府罪。但問題是啊，你香港的基本法你規定，你這些人就是可以否決預算案嗎？這是香港基本法裡規定的。香港基本法裡賦予議會的一個最基本的職能，就是審核政府這個提出的預算案呢。這是香港基本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啊。然後呢，你這個特首你可以解散立法會，然後重新選舉之後再進行否決，這全是香港基本法裡規定的基本權利。所以說，
其实他们实际上这些泛民势力在进行的是一种香港基本法框架下的合法反对。但是呢，这检方就认为，你想瘫痪香港市政府，这就要在香港制造一个宪政灾难。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中共当时在设计这个香港基本法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泛民有可能夺得35家的席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当初都没有想到。但是当这个35家席位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实的时候，急了，于是把这些人呢就全部抓起来了，于是就把所有的选举规则给修改了。那么最终啊，就是法院的判决结果，戴耀廷呢是被当作首犯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那么其他的首犯还有好几个啊，这个一共加起来有4个首犯啊，判刑的最低的也都是6年多啊。在这47个人中间呢，其中有31个人呢选择了认罪，包括这个戴耀廷最后也选择了认罪。因为法庭当时啊给他是说，他这个罪行比较严重啊，起刑点应该是15年。后来呢，由于他认罪了，那就减了5年。但是这47个人中间呢，有16个人选择没有认罪。没有认罪的16个人中间，最终有2个人呢被判刑就是无罪，有14个人呢就是被认定为有罪。这有罪的这些人呢，量刑就比较重了，最低的都是6年多呀，高的都是7年呐。然后呢，你看那些认罪的人，最低的就只有4年啊。所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在香港也成为了一个司法的基本原则。这里头紧接着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香港后来由于制定了一个新的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啊，无论是区议会的选举还是香港的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啊，再也没有可能让泛民当选了。所以你看现在香港立法会多祥和啊，跟全国人大是一模一样了啊，都是那个预算案都是全票通过啊。那么为什么中共还要对这当年这47人案这进行如此重的判罚呢？因为这些人你就算是组织，你也不可能再兴风作浪了嘛。那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杀鸡害猴。因为当时从2013年这个占领中环运动，再到了几次这样的一个反送中运动，再到这个抗争过程中啊，那么这47个人呢，是香港所有的反对运动中间的核心，必须把这些人收拾了。包括像戴耀廷这人，你还搞合法反对，合法反对也不可以啊，反对就不可以。你不要认为你合法反对就可以，不是的，你只要反对就有问题。所以其实中共是通过重判这些人杀鸡害猴。在香港以后不存在合法反对，只存在所谓的赞成。谁要不赞成，你搞反对就要对你进行重判。那么这个杀鸡害猴啊，就会在香港形成一个怎么说树杀的效应。看了吧，这就是下场。你们不听就把你关起来，最高我判你10年有期徒刑，不服再给你加刑。应该说啊，这一招啊还是蛮狠的。大家可以看香港现在还有人上街游行吗？还有人纪念6·4吗？没有了，不敢了。你真搞真抓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现在的港版国安法已经凌驾于香港的基本法之上了。所以现在的香港法律已经变成了中共可以随便收拾异己的工具。大家都知道，过去香港我们都知道，英国殖民了100多年啊，给香港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呢？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是一个普通法的体系中间的法治传统。这也是香港最重要的资源呢，历史遗产呢。但是随着港版的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随着这47人案被判决，那就意味着香港的法治已死。因为你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都会被装到港版国安法里头，以寻衅滋事、以颠覆政府罪的名义直接把你进行判刑。那你所有普通法系过去拥有的那一些法治保护原则都荡然无存了，形同虚设了。所以以后啊，再也不要提香港是一个法治社會啦。也有人稱之為東方之珠變成了東方牢籠。咁至於其他嘅人士，其實國家安全同其他案件一樣，只要我哋係有充分嘅證據，我哋就會作出拘捕同埋檢控。呢啲定罪人呢，為咗達到個人嘅政治目的，唔理香港市民嘅死活，挾持民主自由嘅旗號去誤導市民。實質上呢，係為自己嘅政治前途鋪路。最後我還想說一點啊，
事后看啊，戴耀廷他们当时提出来这些策略啊，确实有过激之处啊。你想想，你要想在议会中间获得35加，然后你就瘫痪政府，瘫痪政府之后，然后你逼迫这个特首这个辞职，那你这个计划公布出来之后，那不把中共吓坏了，不把党府吓坏了？所以呢，当时咱们从事后讲来讲，如果他不公布这样一个特别激进的方案啊，没准这35加的方案还有可能实施。但你一旦公布出这样的一个方案之后，中共就知道你这第一马上要实施了，实施之后你就要瘫痪香港市政府，你要给我搞5大诉求，那怎么办？我只能提前收拾你。所以事后看，其实他们当时提出的方案确实有点过于激进。但是啊，置身于特定的历史场景之中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很难苛责这些当事人呢。但是这些人身上那种抗争精神呢，无疑啊会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特别要讲一下这47个被判刑人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啊，就是原先香港的立场记者，她叫何桂兰，是一个女性，年轻人。过去呢，她实际上也没有从过政，但是呢，在2020年的这次初选中间，她去参加了初选，并且获得了提名。事后呢，她也被抓起来，这一次她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更重要的是啊，在整个这47个人中间，她是那16个人选择不认罪的名单之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47个人中间啊，认罪的至少都会减刑1/3。但是这个何桂兰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选择不认罪。她当时啊，在第一次被起诉、被释放的过程中，她在自己的脸书上曾经写过一篇长文。这篇长文啊，讲述了她这几年啊参加这些历次政治运动啊，也包括被法庭起诉过程中间的心路历程。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我在这里啊给大家念几段啊。她说：“我曾经参加香港最后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也正因为如此，我成为了首宗以普通法审理的苏联式的颠覆案的被告。我选择不认罪，以捍卫61万香港市民的政治表达权。而政权正试图以将这一切扭曲为47名被外国洗脑、毫无信仰的棋子所策划的阴谋，且有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指控。情况虽然严峻，但细究起来却有些滑稽。被告的不可原谅的颠覆行为，竟是为了争取议会多数，以行使否决年度预算的权利。按照这种逻辑，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每隔4年到6年便会遭遇颠覆企图。然而，在一个1984的现实之中，民主化或者仅仅呼吁民主化，就等同于颠覆国家政权了。这一逻辑无懈可击。我们勇敢地向政权提出疑问。在这样的体制下，民主是否可以实现？回应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全面镇压。对民主派政治家和活动家的起诉被视为香港成为无望之地的转折点，这让人们因恐惧而沉默，被迫放弃对香港民主的希望。坐在被告席上，我在脑海之中回顾我读过的历史审判。几十年后，那些坚定而尊严的辩护似乎成了最终胜利的基石，但在当下，当政治的统治看似牢不可破、变革无望时，为何仍然选择斗争？尽管几乎注定被定罪。检方提出的叙述不仅仅是对事实的扭曲或对公正的威胁，其打击更为深远。他们试图强迫被告否认自己的真实经历，他们想让我们相信那种真诚的团结只是错觉，那些连结、那些共同体、那些不同却紧密连结人之间的坦诚对话并不真实。但不是这样，这并非理想化的梦，而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现实。我选择斗争，就是为了证明这种连结不仅可能，而且的确存在并继续存在。唯一的幻觉是认为残酷的压迫可以否定他们的存在。这并非责任或者道德义务，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冲动，为我所见证的经历的一切伸张正义，因为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定义了我曾经是谁，而现在我需要定义我是谁。我独自面对这些指控，但并非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所有曾经站在街头为这座城市争取自治而呐喊的人，也是所有曾经在这世界各地不公法庭上站立过的人。
说的真好。所以啊，我读到他们这段话的时候啊，我啊作为一个第三者，我很难去谴责他们当时曾经有过的那个过激的举动。但是我觉得他们身上这种闪光的道德感呢，必定会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分，永远闪耀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睇到個策略投票意識係好成熟㗎啦，已經轉化成為咗咧係選民主導嘅選舉。Then it may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subverting the state power, which is now one of the 4 types of offences under 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law. 嗱，因為依家你咧涉嫌咧就違反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呢張咧就係西九龍裁判法院簽發嘅搜查令。兩位人士，香港咧係進入咗一個寒冬，吹緊嘅風咧係又猛又凍。